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。这次美国大选真的是高潮迭起，从川普遭遇枪击、拜登退选，到川普与贺锦丽的拉锯，科技大亨马斯克加入，有在关注的人应该都非常清楚。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聊聊美国大选的科技冲击。财讯的专栏作家徐挺耀在美国大选当天人刚好在波士顿，体验了一下美国选举的氛围。他的朋友知道徐挺耀选举日在美国，都有点担心，纷纷询问他会不会有动乱，大概都是想到2020年的情况。不过徐挺耀分享，其实当地很平和。选举当天他还去了哈佛甘乃迪学院，看到美国人在开票之夜的温馨布置，觉得很有趣。他认识的朋友也都用选举之夜当借口，一起吃个饭或是开个小型的派对。整体来说，不像台湾处处都有选举造势的氛围。事后归纳来看，这次美国选举跟科技业有不小的关联，有几个特点值得大家关注。第一个是矽谷的右转，一定程度造成了选情改变。我们都知道民主党原本的媒体与网络业优势是很强的，而矽谷本来就是自由派跟民主党的基本盘，看看加州是民主党大本营就知道了。但这几年很多新的矛盾产生出来，却无法解决。徐挺耀举例，他去湾区跟从事创投业的朋友吃饭，都聊到税的问题。许多投资人害怕民主党再度胜选后会对资本利得再度加税，让不少人的立场开始松动。另外，旧金山等加州城市治理不善，多元共融政策衍生的公司以及学校治理问题，都让不少科技业人员对这种现状很不满。不过不满归不满，毕竟川普太反建制了，这些人也不会轻易出来现身相挺。而关键的转捩点是在川普遭枪击后，支持川普的矽谷大亨纷纷表态，这些人我们称为矽谷右派，他们个个能言善道，中后期还上 Podcast 或者 X 痛骂民主党。由于矽谷成功人士太多，所以这样的 Podcast 节目也不少，导致选举前很多新兴的矽谷右派意见领袖声量大增，他们的政治立场多半都是支持川普。这样一来一往，让川普的选情得到了很大的支撑。第二个帮川普选情加分的是线上赌场 Polymarket。 怎么说呢？在继续说明之前，财讯想感谢所有频道会员的支持与肯定，以及很多观众留言赞助，帮影片按赞与分享，这些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鼓励。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，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，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，掌握投资脉动。Polymarket 上面最大的交易是一个法国交易员，他很早就认为川普的选情被低估，于是就砸了4500万美元进去，赌川普会赢，最后赢了8500万美元，高歌离席。不过他用了很多账号，所以这个数字只是推估。这个法国人甚至自己雇用民调公司去调查选情，调查的方法也比较有趣。他们不会问当事人要投给谁，反而会问他们觉得邻居会投给谁。这个调查方式据说比直接问当事人的投票倾向还要更准确。Polymarket 跟受到监管的线上赌场差别比较大，这个网站盖在区块链的交易上，创办人虽然非常年轻，但已经是连续创业者。这个赌场第一个版本的主机甚至只是放在他浴室里面的笔记型电脑。因为收注容易，所以很快就变成了网络上大家引用的另类民调。而这个另类民调让川普到了后期占了不小的优势。这种用真金白银下注统计出来的民调可能是最准的，这也是台湾每次选举名嘴都会提到赌盘的原因。以这次为例，因为赌局早早就倾向川普，所以有一两个类似法国交易员这样的超级用户疯狂压川普会赢，就可以完全改变赔率跟局面，所以数据也是有被污染的可能。除了刚刚说的两个特点，影响这次选举最大的科技因素应该可以说是马斯克了。他不但捐了上亿美元，还在摇摆州举办100万美元抽奖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用 X 平台硬挺川普，让川普的支持者在 X 上面有了非常稳固的基地。马斯克当时买 X 的时候，因为科技股股价大跌，所以他一度想要放弃买 X 平台的440亿美元协议，却被德拉瓦州法官麦考密克阻止，结果变成非买不可。这就是历史奇妙的地方。徐挺耀认为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马斯克对于 X 平台的交易应该都是有点后悔的，因为真的买贵了，也让他惹上了许多无谓的麻烦。但如果马斯克当初没买的话，这次选举或许也没他什么事了，或许这就叫做逆增上缘吧。财团粉丝们，
您认为哪一项因素对美国大选的影响最大呢？ A. 矽谷的右转， B. 线上赌场的民调， C. 马斯克力挺川普。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鹰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。